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我就说独立日让美国的老祖宗们睁开眼睛的，也不可能是看美国烟花会制导了，奔着自家的客机就去了啊！这种倒灶的表演的，原来是有更让他们开眼的事情呢。潜射导弹这4个字啊，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展开才能够述说它的意义，还是采取通报里那种严谨但平淡到极点的表述吧，这样比较有格调啊。此次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通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我非常建议大家品一品这种通稿背后的质感啊，就是这种典型的大国情绪稳定，字越少事儿越大，语气越平淡，背后的实力就越让人心惊肉跳。真的有实力的时候啊，不需要天天发推说要抹掉这个消除那个，这个是纸老虎，那个是白眼狼啊，动不动就嘴上搞战略讹诈，画完 K 线就塌口。真正的威慑就是我客客气气的告诉你，我要在太平洋放一个大炮仗，就是鸡眼睛也要看清楚一点，然后当着全世界的面严丝合缝的完成全套动作，然后微笑着说这只是个常规的测验。这种高级的战略凡尔赛啊，真的是极其硬核而且有效的。看清这背后的发展脉络，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次试射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要知道啊，咱们的海基核力量的起步主打的就是一个夹缝中求生存。上世纪60年代开始摸索，到了82年用常规动力潜艇在渤海湾把巨浪1号打出了水面，那会儿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到了88年，第1代战略核潜艇终于实现了水下发射，但早期的动作基本都在咱们自家的近海打转。那个时候的逻辑很朴素，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不被核讹诈，给自己弄一张底层的生存保单，证明我有2次核反击的能力，大不了玉石俱焚，不然你试试呢？而战略反击能力啊，它是一种名牌博弈，是我要如此这般如此，阁下要如何应对的问题。在去年9月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上，巨浪3潜射洲际导弹、空基的远程导弹，还有东风系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亮相，就是在向全世界宣告，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能力，咱们家不仅全了，而且硬了。威慑围堵那一套赶紧收一收啊，这也是先礼后兵的应有之义。但阅兵场上的展示和深海里的实操在威慑层级上确实是2个概念啊。毕竟即便江湖人都知道天不生我李纯刚，见到万古如长夜，可是真的看见剑开天门，那才是世人望风息心的时刻。陆基导弹依托的是咱们广袤的国土纵深，空基拼的是灵活机动，而海基呢，是核威慑体系里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也是公认的2次反击核心的支柱。因为海洋太大了，一艘战略核潜艇潜入大洋深处，那就是真正的幽灵。这次选择在太平洋公海上做全链路的验证，意思非常深。它不是在近岸试验场摆拍，而是潜艇要完成远洋的隐蔽机动，要在水下进行长时间的战备部署，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验证通信指挥系统是不是顺畅，导弹冷发射出水是不是够完美，弹道飞行和落点是不是精准。这整个一套流程走下来，等于是在用最硬核的物理的方式告诉某些我们的海基力量已经彻底具备了远海实战发射的能力。以前你可能觉得只要把我们周边的海峡堵住就能够困住我，现在我要告诉你，大洋深处随时有我发射的阵地，你的安全边界已经被重构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节点去夯实并且公开这个能力呢？一来，因为旧的全球单极秩序正在崩溃，新的秩序主导者必须要有提供新的公共品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靠实物主权以经济上的分配者的面貌出现，另一方面就是保障新秩序的能力。这一记潜射是宣告，它也是一种保障。二来是为某些宵小之徒心存军国主义的幻想，妄图通过扮演马前卒的角色获得
得外部力量的加持。打狗棒法是给主人看的，也是给狗看的。第3点，这也依然是先礼后兵的起手式。我们不太爱打嘴炮，那就打个水炮，给大伙儿降降温。最好笑的是，我们基于国际规则通报各国，法国记者巴巴跑来问我们发言人，说鸡不同意为什么要磨刀？因为我们善。华尔街吵架那个钝刀子割肉多疼啊！你看看今天的日元又被放血了。当然啊，也不用过度解读啊，我们的主线任务永远是搞经济建设，是产业升级，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核武只是咱们家院子外面的通电的铁丝网，只要你不翻墙进来抢劫，这个网它就是个摆设，但你非要试一试，那一定会让你外焦里嫩。所以说，从82年渤海湾里的第一声巨响到今天太平洋深处的长剑出水，这是一条极其漫长且坚定的逆袭之路。我们主动公开，提前通报，遵循国际惯例，这叫做大国的体面和透明。这种透明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精准的划定红线，消除战略误判。这就像是高手过招之前的亮剑，我把剑拔出来给你看看成色，然后插回剑鞘里，咱们再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太平洋够不够大的问题。当旧秩序的裂缝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需要有情绪稳定的压舱石的时刻，咱们这种透明克制但绝对致命的自卫防御能力，正是给这个动荡的全球局势注入的最强的稳定剂。属于未来的规矩，终究是要靠这种深海里的沉默力量来书写的。你看懂了吗？